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陪大家聊聊，我们都是神的孩子。既然是神的孩子，就代表神都爱我们，那也是神爱世人的概念。所以呢，今天用这些小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颠覆一下，可能在过往大家在算命的时候啊，又或者在问世的时候，可能会讲什么你累世代的业障啊，你的业力太重啊，等等这些旧有的思维，可以破除掉这样子。确实啊，过去很久以前，我也会陪姐妹啊去问事情、去算命啊，这种话术啊，什么话术？就是啊，你业障重啊，你累世的业障重啊，所以导致你现在怎么样，导致你这一世怎么样怎么样。这种话你们应该都听过吧？我也听过啊，我相信应该有80%-90%的人，如果有算过命、有问过事情的人，应该都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语，就是话术。所以今天就稍微用影片来跟大家可以颠覆一下这样子。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孩子，我们都是神的孩子。我们要来地球的时候，如同要出去郊游一样，或者是去外地生活，我们就会跟老天爷说，我们会跟我们的造物主说，哎，我们要来地球喽。好，那老天啊，造物主是很大的爱，很大的慈悲，就说，哎，你要什么你就自己带吧。也就是我们要跳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背一个资源包包。那资源包包里面就看你自己要什么资源，自己拿吧。老天就会这样说，OK？那我会觉得说，哎，如果像我这个肉身，如果我喜欢吃甜食，那我就把喜欢吃甜食的习惯装进包包里。我好喜欢善良，我就把善良这个习惯装进包包里。我喜欢干干净净，我就把这样的习惯装进包包里。所以我的资源包包里面装好我以前累世就喜欢、就习惯，甚至爱的东西装进来。不管是食物也好，或者是习惯也好，或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特定的肢体动作也好，通通装进你要的资源包包。OK，老天又说：“好吧，你下去吧，下去玩吧。”或者你可能没有完成功课，希望你这一次也可以完成吧。就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来地球了。所以这一切也是我们自己挑选好的资源，然后跳下来。可是我说过，我们都是神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地球就像来地球玩一样，对神来讲就是来地球玩一回，然后再回家的概念嘛。那不会因为你来地球玩了成功回去，神才爱你吧？对不对？就好像我的爸爸妈妈生了3个小孩，然后呢，我们这3个小孩可能都有一些某一些像爸爸，某一些像妈妈，但我们3个小孩仍然有我们3个小孩很特别的，不管是个性也好，或者是一些生活态度或者生活的习性，都会被自己活得像自己，就是一样从同个工厂出来的，但是活着活着就有3种不一样的个性，3种不一样的人。那我们这3个小孩，你觉得我爸爸妈妈不爱吗？一样都爱啊。虽然我们3个小孩的个性都不一样，但爸爸妈妈仍然是爱啊。那你们想一下，爸爸妈妈一样是爱我们，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爸爸妈妈的爱？当你心中没有爱的时候，你是察觉不到爸爸妈妈给你爱的。你看到的永远都是爸爸妈妈规定你什么，然后处罚你什么，然后或者是认为你做的不够好。你认为的那些点点滴滴不 OK 的部分，是因为你心中还没有爱，你看不到爱。那你必须练习着去找爱，然后练习看到爱。你心中拥有爱的时候，你回头看看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这些都是爱的表现，只不过是爸爸妈妈给你的爱的表现，只是你以前没有发现，然后你练习了，觉醒了，察觉到爱的部分，才悟出原来这是爱的一部分。意思是一样，我们跳下来，所有资源是自己选的，所有未完成的功课也是自己未完成。老天不过给我们再一次机会，试试看能不能完成。他也没有规定你在这个肉身一定要完成，他不过是给你机会而已。但你这个肉身还没有察觉到爱的时候，你总觉得神就是不理你，神就是不给你爱，或者是不支援你。No，
它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你在还没有察觉到爱的时候，你永远是抱怨爸爸妈妈不疼爱你，不不不给你什么什么资源等等之类的。只有你自己觉醒之后，你才能发现到，其实啊，爸爸妈妈的爱都在身边，就如同神的爱一直在身边，只是你可能没察觉到而已啊。再比喻，这样你们可能听不懂，我再比喻我们的手掌好了。我们手掌有5只手指头，你看都不一样长。你看不一样长，这仍然是我们爱的手掌跟手指头，不是吗？会因为这个小妞妞特别短，没什么用处，也没什么力道，就拿了剪刀一刀把它剪断？不会吧？一样很爱它。我们要洗手的时候仍然会洗它，我们要洗澡的时候仍然也会清洗它，也会嘛。然后甚至有些人也会，女孩子甚至会指甲油啊，什么都很爱它。那不会因为特别中指特别长，就派了很多的工作给他。不会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很喜欢，就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嘛。所以爸爸妈妈生出来小孩也是一样，不会因为我们家3个小孩个性可能特别讨妈妈喜爱，然后妈妈就特别给他多一点爱，一定都是一样的。或许你会感觉谁偏心了一点点，那也不过是他来地球上背的资源包包多了一点点，所以他拥有了多一点点而已嘛。那你当初跳下来的时候不需要这样的资源，所以就没有咯，就没有啊。所以不要去抱怨，也不要去听信什么累世什么。累世确实是存在，但是不是说那些业障造就你不顺遂，而是你自己现在没有打开眼睛去察觉这些问题是过去可能没有完成，老天呐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再试试看。如果你是这样试试看的心情，就不会觉得很繁重嘛。那如果你今天试了失败，我今天讲试了失败，不管是在婚姻也好，生意也好，家庭原生家庭跟儿女的关系，如果哪一条我没有完成好，我真的嗝屁回家了，你觉得神不会接纳我吗？还是会啊。如同今天如果是一个大企业家，好了，可能分了3个小孩子，不同的一样都各给100万出去做生意，那可能大哥做成功回来了，爸爸当然很高兴。那可能二哥小小成功回来一点点成就，爸爸也很高兴。那如果3弟完全没有，他完全把爸爸100万都赔光了，你觉得爸爸就会把小弟赶出门吗？不会啊，一样很爱啊，一样都是肉啊，只是说可能在一败涂地的过程当中，他自己要辛苦一点点，因为可能爸爸帮忙他的部分有限，那要看他自己觉得说，在这样有限的资源当中，自己可不可以把态度提起来，只是这样而已，就是说，其实不要再埋怨尤人。然后也不要觉得说老天给你的爱不足，其实在我还没察觉爱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抱怨一族，真的就是跟大家一样，都是一直在抱怨，因为我心中可能爱的部分是不足的，所以永远都在抱怨。等我哪一天醒来，到今天，我没有哪一刻没有存在爱的状态下，真的每一刻都在爱的状态下。只要你心中有爱，你就会发现时时刻刻都是爱。那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真的，我跟郭台铭，又或者我跟谁比较成功的那种企业家比起来，我们相拥有的爱，就是神给我们的爱都是一样，不会因为他是大企业家就拥有比我万分或者是更多更高的爱，都是一样平等的。然后，如果有些大企业家他心中没有爱，他成天就算他金山银山仍然成天都在抱怨着，他一定有一些你没有看到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今天要跟大家讲，我们都是神的孩子，我们不过是来地球玩一招的孩子，我们终究都会回到神的那去。当然，他都是敞开心胸接纳我们的，只是说你自己当初背的资源是什么，你这个肉身就得到什么，所以你不要去
讲什么什么业力呀，或者是业障重啊，不是，那只是给我们再一次机会，试试看能不能突破关卡。如果不行也没关系，下一次还有机会，就这样很简单。不要听那些旧有的思维、旧有的话语，然后被这些框架框住。过往很悲惨的我，到今天如此幸福快乐，虽然不是在物质界拥有多少金山银山，但是那个富足丰盛的心是在于你内心慢慢点滴建立起来，而且是谁也带不走，然后用金钱买不到的幸福跟快乐，你要哪一种？如果醒来的人绝对是要内心富足，而不是物质界的。好，希望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总之，神是爱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我们是他，他们是我。所以呢，不要再做怨天尤人那一部分的人了，慢慢醒过来，慢慢去找到你心中的爱，然后去活在有爱的当下。就这样咯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